你干什么呢，二弟？我在找那只乌龟。找乌龟干什么？太平喜欢，我一会儿到他那儿去吃晚饭去，顺便就给他带过去。哼，你别白日做梦了，轮谁也轮不上你呀。那太平喜欢我嘛，我也喜欢他。我现在就去吃晚饭去。大哥就问他说：“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梦。”我说：“你想个什么梦啊？”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什么梦，我就有什么梦。”这些人都疯了。还有啊，比这更邪的事儿呢。今天来了个生州农夫，说要献一神龟，这个龟腹上天生就写着“则天万岁”4个字儿。说着，他就把龟给献上来了。我一摸呀，什么呀？那字是刚写上去的，那颜色还没干呢。哎，奇怪，我刚才还看见了呢，上哪儿去了呢？你找什么？我刚才就带在身上了。哦，那哪儿去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找到。什么？乌龟啊，我给你带来这乌龟，你跑到哪儿去了？你给，我刚才看看桌子底下有没有。对对，我刚才带来了，你看看，一下子跑到哪儿去了？哎，在这儿呢。找到了。给。你先把衣服穿上吧。哎呀，你看，忘了。看看，我最喜欢乌龟。我小的时候啊，家里旁边有个池塘，我总能见到这些家伙。你看什么？我最讨厌你这样看着我，直愣愣的。你忘了上次你这样看着我，还挨了我一顿骂。哎，你怎么还这样看我呀？我看你，是因为你好看。太平，你怎么了？我没怎么。好久没人这么说了，好久没这么快乐过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太平，你可别不高兴啊！你就想想高兴的事儿。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一不高兴啊，我就净想我喜欢做的事儿。你比如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我就喜欢我们老家并州老家做的炊饼。哎，太平，你要是喜欢，下次他们有人来的话，我让他们从并州给你带几块来。啊，你最爱吃什么？很久的时候，在宫外吃过一次馄饨。那时天刚蒙蒙亮，狂欢的人刚刚散去，街道是那么的寂静，露水结在破旧不堪的凳子上，闪着新鲜的光泽，好像寂静都会发出亮光，一切都在梦里头。我已经忘了那馄饨是什么味道了。可是我知道吃馄饨的时候心情特别快乐，特别轻松。但我有那么一点点伤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他，还能不能再见到他，在哪儿见他？
兴教坊那边有一个老头的馄饨特别棒，是用鸡汤煮的。可是我现在吃馄饨的心情已经没有了，那个让我心里充满快乐与思念的人已经没有了。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吃馄饨。那咱就不提吃了，啊，咱就说你喜欢什么物件啊？你比如说，我能得到这世界上最华丽的东西，可是这些都不能让我动心。让我心动的，只能引起我的伤心和思念。我从小家里就穷，我想要的都是我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去想。而我有的呢，又是能越发的让我感觉到自己有多么贫穷。哎，这一进了厂，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好东西，我也就挑花了眼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最喜欢什么东西。长安这儿很富足，你喜欢长安吗？不喜欢。你别不信啊，我在这儿啊，还是个乡下人。太后看不起我，我的几个远房哥哥嘲弄我，京城又怕我，又不敢得罪我，天天制造我的笑话，到处传说。可是我又不能走，全家的荣华富贵都靠我一个人。我有一个办法，我一想家了就喝酒，每天晚上酒喝醉了，就在城中的街道上乱逛。这街道一下子就变了样了，和我们并州没有什么区别。我还给每一条街道起了一个并州城的街名。那好，我们喝酒，然后你带我回滨州老家。好。滨州是什么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有一条街叫城关街，经过州府，很气派。哎，这街角上总有一个叫花子装瞎子要钱。我好几次看见他偷偷的数钱嘞。我也看见了。啊？你信不信？这回他又睁开眼睛了，而且啊，你往他的破罐里扔了一只死老鼠，他还在背后做鬼脸骂你呢。你怎么知道的？真神嘞！我呀，就是不知道他在背后骂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还有呢？还有什么？快说呀！还有啊，还有马乡街、护国寺、南关市场，跟咱们大唐其他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连名字都一样。不过我就是喜欢它，我一想起它来，我就想唱我们老家的花儿。那你唱给我听听。天上的光儿散了，黑天就要来了。这家掐肉一样的疼，地上的人儿走了，想念就要来了。见到万心一样的疼，见到万心一样的疼哎！思念。明日太后在熏风殿举办千叟宴，请公主务必参加。我不去，你回吧。是。哎！我说公主还是去吧。您的母亲这么想念您，又惦记您，
公主，您干嘛怄气呀？我不去，我不想见他。哎，你要是陪我去，我就去。我算干嘛的呀？又没人请我去。我请你，你跟我去。那我也不去，去了又没我的地儿坐。你必须去，我要你去。都平身吧，赐座。谢圣母皇太后隆恩。哪位是陆浩翁老先生啊？神州陆浩翁叩见圣母皇太后。快把老先生扶起来，赐座。诸位老人家，高祖办千叟宴的初衷，是让君王感受上天好生之德，领悟修身养性之道。而我这次办千叟宴，一来是弘扬列祖列宗的仁爱遗风，二来诸位堪称冒老至叟，代表天下人的愿望及心声。我想通过诸位转达我对大唐百姓的感激之情，告诉我的子民们，他们未来的幸福是有多么的稳固。来，这第一杯，我们共敬天地神明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保佑。这第二杯，我要敬你们，令人尊敬的大唐兴旺的目击者，以及你们身后的善良忠诚的子民们。我们也敬太后一杯，感谢李姓王朝养育之恩。你终于来了，母亲很高兴。他来干什么？我愿意带他来，不行吗，母亲？有死，你就站在我的身后，哪儿也不许去，听到了吗？啊，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陆翁，老朽在。今天您是寿星之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120岁高龄吧？蒙太后挂念，老朽到今年8月已是121岁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早听说您仙风道骨、慈眉善目，有天人下凡的风采与神韵。今日一见，果真如沐春风。我记得您曾献于显帝一幅百忍图，称长寿只一个字——忍，一直不解其意。今天正好有机会请教您。太后，其实道理很简单。太后可曾留意您头顶上幽深的夜空？世间的万物为天地永存，自盘古开天辟地，已历经百世，可天空月火弥间，源远流长。靠的是一个忍字。他要忍耐骄阳似火，忍受冰冷的星空，忍受疾风骤雨，忍受电闪雷鸣。人生百态，概莫如此。一切的悲伤、失意，一切生老病死，一切阴晴圆缺，皆为自然。我的儿子、孙子、曾孙子，皆死在为国戎疆的战场。
我的曾重孙目前又在前线为大唐平叛，我不悲伤，相反，我觉得光荣。为国捐躯是职责，犹如木炭的任务是燃烧一样。它成为灰烬，则是快乐，是满足。太后，忍并不意味着僵硬的去忍耐悲苦，它真正的含义是去理解、化解悲苦，从而将其化为快乐，像天空那样将风雨化为彩虹。为此，则任何人就都可以活得像天空一样久远，因为心感受到的从来是快乐。说得好，理解悲苦，从而将其化为快乐，像天空那样将风雨化为彩虹。说得好，陆翁，我敬你一杯。太后，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老朽有一宝物献上。哦，呈上来看看。这是老朽倾毕生精力研制的一种药酒，它不仅作用于体，而且作用于心，能让人永葆快意。哦，真有这么神奇吗？是。老朽将它命名为快乐泉。近10年来，老朽每天喝上一杯，确实受益匪浅。老朽在此敬太后一杯，以表心意。品酒官，慢着，今天就免了这些陈规陋习，我怎么能怀疑陆翁的诚意呢？再拿一只杯子来。来，陆翁，我们同饮快乐泉，享长寿。您请。您先请，您今天是天下寿星之首嘛，理应受此礼遇。谢太后，谢太后。请。顾七，你不要喝。爹，等等，把他扶起来，他有话要说。天空可以忍耐一切，但无法忍耐你乱了纲常。我
忍无可忍。穿御医，一定要救活他，我要让他再活100岁，我要让他看见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纲常，统统都可以改变。启禀公主，您不能进去。公主，您不能进去啊！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连一个10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我？为什么要反对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反对我？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纲常？难道这一切仅仅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母亲，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太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睹母亲表现出孩子一般的软弱，她的整个身体仿佛化作一座承载委屈和眼泪的容器。陆浩翁的谋杀实现了母亲一生最关键的转折，她实际上是在用自己体内全部的眼泪，向女性的一切软弱品格做最后的告别。这就是做帝王要付出的代价。太平。你来干什么？贫僧有一事相求。你应该去求太后啊！你是太后的红人啊！这事儿太后解决不了，只有您。什么？连太后也解决不了？哼！你在太后那儿失宠了？贫僧此来，不是跟大人开玩笑的。请注意您的态度。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我说，请注意您的态度。我说，你真的是疯了，竟敢跑到我的府上来教训我，你凭哪一点儿来求我办事啊？哼！凭我对太后的感情。凭我为他老人家分忧解难的心情，哈哈哈哈！你一个男宠还谈什么感情？你只不过是街上玩杂耍的。那也是因为出身贫寒，不像大人，有幸生在富贵之家。怎么？你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呀？你除了玩杂耍、走钢丝、当男妓，你还会点什么？能否借我弓箭一用？
嗯，哼。我可以说我的事了吗，吴大人？哦，什么事儿啊？说吧。自从千手宴以来，太后的心情一直不好，总觉得天下人有赋予她几十年来的辛劳，我有幸陪其左右，皆看在眼中，心里很为他老人家的身心健康担忧。是啊，我也为他老人家的身体担忧啊。你没有看见刑不成批的叛臣名单吗？吴大人劳苦功高，太后都看在眼里，也非常赏识您的才干。多谢太后的赏识。贼子反叛，至多不过是个外忧，总还有个治法。可有一桩事，却时常令太后内心隐隐作痛。吴大人才德兼备，风华正茂，恐怕是解决这一内忧最合适的人选。太后呢，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吴大人应该知道，太后对太平公主的感情，其浓烈程度，不是你我能想象得了的。我知道，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爱莫能助。太后一直想替公主物色一个乘龙快婿，希望能有一位像您这样的青年俊杰，终生陪伴公主左右，像她自己一样的爱护她，给她幸福。可是太平不喜欢我。大人不是怎么知道？我试过，我为自己立了个规矩，无论是什么女人，我只试一次，我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对爱情来讲，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大人喜欢太平吗？说实话。喜欢，当然喜欢。那我没有想到大人会如此怯懦，胆小如鼠。哦，我怎么胆小了？您没有自信，您害怕失败，所以会胆小。这可不符合大人的性格。爱情不同于打仗，第一回合败了，并不意味着全盘皆输。只要您坚持，兴许就是好事。全大唐都在取笑我薛怀义，可那又怎么样？我照样去后宫，因为我喜欢太后，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在这一点上，您尽管出身高贵，却不如我一个卖艺的。让我去找太平，这也是太后的意思？正是。太后说，公主是崖顶上的一朵刺儿梅，没有人可以不费周折地得到她。我明白了。来人，备酒。恭请薛住持与我共进晚餐。是。哦，不了，我还得回寺里。多谢大人的一番美意。你是在哪儿练得这么好的剑法？卖艺的嘛，靠着本事吃饭。矛盾恰似人生的乌云，虽然引来狂风暴雨，也能结出缤纷的彩虹。误会好比命运的利剑，既能招致厮杀，也能披荆斩棘，显露真情。你觉得怎么样？尤其是这个缤纷的彩虹，挺好的。你再听这句：你的美貌如同恶魔，它将把我的生命吞没；你的倩影好比猛兽，因为它时刻把我的心灵撕咬。反比正用，天下只有聪慧绝妙，如我武三思者，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大哥，你觉得他会喜欢你吗？最佳的是这句：看着无边的宫殿，金碧辉煌是我们的心情，巍峨壮阔是我们的前程。
我们的爱情将像大唐的运道一样长久。大哥，你觉得太平他会喜欢你吗？那你觉得太平应该喜欢你？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您。二弟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知道如何的体谅女人，这一点比我强。可是你还不明白，太平并不爱你，他只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安全，不用付出感情，不会受到伤害。他是被伤怕了。我想，你和太平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想你心里明白。等我娶了太平，我会好好的感谢你这个媒人。哎，别这么哭丧着脸，高兴点儿，去见见太平。哥，那我去给你看看太平来了没有？好啊。那太平，无忧寺，什么事这么着急呀？我想给你一个惊喜，为你演一出戏。什么戏？皮影戏呀。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皮影戏呀？我不知道你喜欢看皮影戏。那你怎么会想起来？我就是想看看你，看。敬德王拜见太平公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吗？他怎么会在这儿？这戏是我大哥特意给你安排的，他亲自写的戏词，连太后都知道。太平，哎，太平，你都别谈了。太后，这念吧。右威卫武攸寺听旨，称赞。朕封你为征西道行军大总管，于3日内发兵西域，不得有误。呈宗旨，3日内发兵西域，不得有误。启禀圣上，武攸寺大人从未带兵打过仗，出征西域，如此大的举动，派他去恐怕不妥吧？这不明摆着送死吗？散朝。散朝。万岁！万岁！万岁！武攸寺，称赞。太平最近怎么样？禀报太后，太平最近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派你去征西吗？太后是看我，不知道。因为太平需要安静，需要一个人冷静思考自己的生活，你懂吗？哦，懂了。我会派裴忠直将军做你的副手。新军打仗非同儿戏，有事要多跟裴将军商量，不要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你毕竟是第一次领兵。承谢太后恩宠。去吧，我等着你凯旋。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母亲，你为什么要干预我的生活？我不懂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派武攸嗣去西征？你明明知道他连1天兵都没带过，难道母亲要他去送死？难道仅仅因为我和他的交往？武攸嗣是我的朝臣，如果我要他死，犯不着派他去打仗，绕这么大个圈子。不过，你跟他走得太近倒是真的，他不配你。他配不配不是母亲规定的，我毕竟是他的朋友。他要不是你的朋友，我兴许都不会看他第2眼。不过他要是打了胜仗，立了功，倒是有了一点资格同我的女儿交往。太平，你不要拿自己的幸福跟我赌气。生活是平实而具体的，不管你有一个多么华丽的开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女人不但需要体贴，还需要浪漫，需要情怀，需要能满足你心情的智慧。她给不了你。如果说第一次是我给你制造了不幸，而这一次却是你自己在制造不幸。太平，你是大唐唯一的公主，作为母亲，我不能不为你着想。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你的问题在于，你永远在惦记着别人，永远在放纵着你自己。你所谓的爱是自私的，你总试图代替别人的思想。公主，您言重了。如果太后放纵……你给我闭嘴！这儿轮不到你说话。太平，不要逼我。那就请您首先不要逼我。哼！我们曾经是天下最和谐的母女，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变成了敌人。小宝，你继续。此翁白头真可怜，宜惜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轻歌妙舞落花前。为什么派你去？这是太后的意思吗？他还说以后还不让我来找你呢。你拿出点精神，哪有一点要出征的样子？我本来就不是个将军嘛，这次去西域……你给我住嘴！你这说的什么话？怪不得人家看不起你。我现在明白了，你一点大丈夫的气概也没有，一点都没有，连我都快瞧不起你了。我就知道人人都瞧不起我，所以我就不生气了。太平，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上这个宫里来。这宫里处处都是人尖子，我武攸嗣跟他们比起来，我武攸嗣无才无德，有的只是农民任人宰割的那股子悍劲儿。太平，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我被你骂得体无完肤，可却在当天的晚上，我对我的母亲写出了第一封家书，傻傻的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子。现在想起来很可笑。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毫无结果的，可咱凭的啥？凭的还是农民的那股悍劲儿。现在我很知足啊，毕竟能够和你这么近的讲这个话。别忘了，
别忘了，并州还有一个姓武的农民，成天的想着你，甚至连看您一眼都是幸福的。嫁给我大哥吧，他毕竟是英雄，有才华，对您也算是忠诚。就别老拿着我跟你母亲斗气儿了，你以为我傻呀？你说的这些话是母后的意思？不，这也是我的意思。我这是为了你好，我配不上你。再说，这差不多也就是全大明宫的意思了。武攸嗣，你听着，打起精神来，你一定能打赢的。就凭你那股子农民的憨劲儿，我明天就送你出征。全体将士请令出兵，誓死效忠大唐，不成功则成荣。在下得令，圣母皇太后圣恩浩荡，祝太后凤体健康。太平，你怎么来了？我平生第一次送将出征，知道为什么吗？武攸嗣愚钝，还请公主赐教。我需要你得胜，大唐公主需要武将军得胜还朝，真正成为大唐优秀的将领。因为我府上需要再一次听到滨州的酒歌，我的桌上需要再看到新摘的玫瑰，你懂吗？请公主及太后放心。我甚至能够感觉到，此刻高高在上的母亲内心的痛苦。可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单纯的使母亲品尝背叛的痛苦，还是真如母亲所说，武攸嗣对我毫无保留并且安全的爱情，仅仅被我视作献给雪上的一份昂贵的陪葬？远古荒荒，天地之间只有兽群与神明为伍，只有风沙雨雪与寰宇为伴。众神寂寞，千女娲以五方之土杂天地灵气而成人，四海内时有生灵承接神运，感应天命。由此四季运转，草木枯荣，方显现在造化之神奇意义。上天之仁爱礼才能垂降于大地。历经万世，时光运转，气象更新，天后则天降临凡尘，救万民济众生，整理河山，御敌于外，四海平安，蛮夷归化，主政于内，天下太平，万众敬仰。女娲有造人之德，而天后有再造之功。正当此时，谶语天书分成于世，天命人情，敬请武后登基称帝。这万人劝进书是谁写的？天下感应神明，这是万民共同的心声。现在各州府都在推举德行高尚的士绅汇聚京城，呼吁太后顺应天命人心。
天后则天降临凡尘，救万民济众生，整理河山，御敌于外，四海平安，蛮夷归化，主政于内，天下太平，万众敬仰。女娲有造人之德，而天后有再造之功。正当此时，趁与天书分成于世，天命人情，敬请武后登基称帝。这万人劝进书是谁写的？天下感应神命，这是万民共同的心声。现在各州府都在推举德行高尚的士绅汇聚京城，呼吁太后顺应天命人心。他们为我安排去处了吗？写得不错，也确实道出了天下的心声。什么写的不错呀？皇上只当听个笑话。这天下就像一个家族，母亲生了孩子，爱护孩子，这是应该的。但是，一家之主还应该是父亲。现在我们大唐这个家族姓李，于情于理，我都不会允许别人更改的。三思，你现在就去办一个万民宴，代我向万民表示感谢，然后就让他们早早散了吧。太后，百姓四方赶聚京城，历经万水千山，心诚意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遣散的。这万民书毕竟代表着大唐子民的心意，如此草率打发，恐怕辜负了万民的诚意。还请太后深思，也请圣上三思。百姓如同我的孩子，他们诚实，却不懂礼仪。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去开导他们，不能随着他们的性子。你说呢，皇上？其实，孩子有时考虑问题，往往比大人更有实效。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不懂礼仪，有时显得过于心急。这样吧，吴三思，臣在。以朕及太后的名义写一封答万人书，劝他们先回去，让他们放心，会给他们答复的。就按皇上的意思办吧。三思，你文采不错，告诉百姓，其实是女娲自己寂寞，才造出人来。她关爱照顾他们，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此乃我的本意。下去吧。遵旨。凤台舍人周兴，臣在。你有什么奏折？禀告圣上，圣母皇太后，现在万民归心，但仍有顽冥不化之徒逆天行事。现已查明太子通事舍人郝向贤的全部同盟党羽。郝向贤在行刑途中高呼天理世道，还隶属我的淫荡邪恶，更抢夺过路人手中的棍棒，奋击行刑的官员，气焰猖獗之极。怎么没有人及时制止他呢？因为已查明晋王李真是郝向贤谋反的真正靠山，一切行为都是晋王在幕后主使的，郝向贤不过是个帮凶。那又怎么样呢？太后知道晋王李真在京城的势力，不是一个凤台舍人的能力可以管制的。那怎么办呢？就让他这样了吗？太后，作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只是道理。我周兴还没愚蠢到这个地步，这还请太后及圣上定夺。
周大人，继王李真忠孝耿直，驰名天下，你说他谋反，有什么证据？我周兴只对太后及皇上，没义务回答别人的问题。那朕问你，有证据吗？证据如山，凤阁内有口供4册，人证5位，圣上可随时查验。启禀圣上，继王李真与您自幼一起长在宫里，您对他的品行，他对李家的感情，可他所建的功业，您是了如指掌。即使真如周大人所说，他参与了谋反，想必也是受了他人指使或蛊惑，一时糊涂，请圣上明察，开恩放过他。皇上，李真同你一起长在宫里，我怎么记不得了？是哪个李真？皇叔李泰的4子，您忘了吗？差点用木剑戳瞎我的眼睛。哦，我记起来了，他还是你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启禀圣上，我这里还有更不好的消息。现已查明，郝向贤谋反团伙还包括汝南王李伟、鄱阳公爵李嫣等10余位李姓皇族至亲，他们与纪王府日夜密谋，企图于正月初3起事。都是李姓皇亲。臣张楚金请天后明鉴。尚书李姓诸公向来恭顺忠义，即使心有怨言，想必不敢犯下如此滔天罪孽，一定是遭了小人的谗言和陷害呀。不用我明鉴，张楚金，你应该请皇上明鉴。这虽为国事，毕竟也是李家的私事。是，请皇上明鉴。周兴，谋反起事，该定什么罪？4罪：凌迟处死，诛灭5族。臣提醒皇上，纪王与您可是未出5服啊！朕10岁时与李真玩剑，他用剑指着朕的眼睛说了一句话，当时让朕很不高兴，扑上去与他厮打，这才伤了眼睛。那句话，朕记忆犹臣身后是徐敬业为首叛乱的5大贼子的首级，作为此次出征敬献给太后的礼物。我没有看错人，魏元帅。婉儿，魏元忠元帅永德4年平叛有功，封
敬天之帅，加菜邑1000亩，绢1200尺，赏奴400。谢圣母皇太后，微臣只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请太后验明首级。这礼物越少越好，看了叫人伤心。婉儿，你替我验吧。是。这是魏斯温，这是唐之奇，这就是徐敬业。永徽3年，高宗想要立我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一干老臣坚决反对。关键时刻，徐世绩帮了我，就是这个人的祖父。我一直对徐家心存感激，没有想到，第一个举兵反叛我的也是徐家。我对这个孩子一直很喜欢。显庆元年的元宵华筵上，他还给我献过万寿酒。他眉心有一颗黑痣，说话的时候一跳一跳的，可爱极了。黑痣不在，只不过硕大黑子，不像太后说的那么中看。算命先生说，他这是福星登顶，能保佑一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这么命短。逆天行事，与天后为敌，什么福星也救不了他了。这是骆宾王，就别打开了，真希望这里面装的不是他。人说，骆宾王才趣高雅，相貌英俊，是远近闻名的少年得志的才子。魏元帅，臣在。他那篇被人争相传颂的所谓“讨武召檄”，带来了吗？在我这里。婉儿，念。是。为临朝武士者，人非温顺，地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几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眼秀弓缠，狐媚偏能惑主。神人之所共极，天地之所不容。我有这么厉害吗？连天地都容不了。你继续。海陵红粟，仓储之机弥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乌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小小的一次叛乱，竟然让他写成如此的雷霆万钧，真是比例非凡呢。连我听了都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果真是个妙笔生花的可造之才。此人不在朝里，是宰相的过错。你们以为这篇文章写得如何呀？写得很好，只可惜站错了立场。骆宾王为天下文人树立了可悲的典范。才华与文人在其次，关键是立场。立场站对了，才华是锦上添花；立场站错了，才华则会落井下石，加速自身的灭亡。有2个人由于文笔优美而遭灭顶之灾的，一个是上官仪，一个就是骆宾王。
可惜了他们的学问。其实他们徒负了才子的虚名，只不过是些会说大话的无赖之徒。太后淑德兼备，才智非凡，是国母的典范，为大唐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一群狼子野心之辈，借助无聊文人之口，利用愚钝百姓不明天下局势的短浅目光，妄图借机生事，实在是自取灭亡。现在天下太平，皇室英明睿智，太后已经为新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只需太后还政于皇帝，重归后宫，就再也没有受小人诟病的口实，任何野心家也就没有了造谣生事的机会，天下自此永远太平，而天下人只会称颂您的美德和贡献。你是在劝我隐退？不，我是在劝您进，劝您退出纷乱的政坛，进入宁和安逸的后宫，进入后世赞美的历代伟大皇后的行列。讨武召檄是亘古难得的好文章，但是正如我所说的，站错了立场。你知道他错在何处吗？请太后赐教。因为他在告诉徐敬业的10万大军，要对付的仅仅是一个狐媚的女人。这样的结果，只表明他们自己的虚弱，胜扬了我的强大。这篇檄文没有涉及到我的任何功过，只耿耿于怀于我身为女人的过错。这说明我干得还不错。你刚才说百姓愚钝，目光短浅，不明白天下局势。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睿智，深明大义，知道什么是国家安定的真正寄托。徐敬业失败了，表明天下人并没有被蛊惑。今天你们反对我，只是用另一种更动听、更华丽的说辞，核心只有一个：怪我是个女人，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女人。女主能治理国家，太后已为天下人做出了证明，毋庸置疑。太后还记得骆宾王檄文中最后一句话吗？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才是天下人真正担心的，也才是野心家们鼓噪谋反的真正借口。你们与他唯一的区别是，缺乏揭竿而起的勇气。看来我的权力的确是有点太大了。你说呢，皇上？我是不是真的该隐退了？母亲不仅不能退，反而应该进。但是，绝不是像裴大人所说的那样进入后宫，进入历代皇后毫无诚意的香火与纪念仪式之中，而是应该进入历代英君明主的辉煌之中，进入亿万人感恩戴德的崇拜当中。您的贡献与美德
还要带走你多少的哀思与愧疚？妹妹是怨我身为皇帝，而无法保护皇室宗亲吗？你为什么要放弃皇位，把李姓子孙的后代放置在毫无保护、任人宰割的境地？那我应该怎么办？把你的愧疚和哀思转化成保护他们的力量。我正是为了保护他们，才放弃了皇位。妹妹只想到了亲情，而没有考虑到亲情在政治中的位置。现在母后称帝在所难免，就是她不想登基，时事、政局和她周围的人也不允许她不登基。我在位一天，母亲考虑到亲情，就犹豫一天，而亲李大臣就利用我的名分与亲武大臣争斗一天。这世界上相互残杀的血腥日子就延续一天。你是在为自己的懦弱开脱。我是懦弱的，我的懦弱来自我有限的才能和我对自己才能的正确认识。我是懦弱的，但我的懦弱使我明智，而明智赋予我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放弃皇位。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李家和他的臣仆遭受到更血腥、更快的打击和报复，使你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你错了，我自认为是了解母亲的。她爱这个她在其中生活奋斗、荣辱与共的家庭。只要纷争平息，她会为因政治斗争而牺牲的李家子孙做出应得的补偿和关怀。为什么李家的男人总是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呢？因为我们离权力太近了，而我们的能力又无法驾驭权力。这就是我们做皇子的悲哀。蛋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想你有任何意外，你答应我。我真想答应你呀，可是我现在命运叵测，吉凶难定。我也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三郎是我认为最有出息的孩子，他的才智禀赋都不愧一个帝王的血统。可是他的激情和冲动很容易让他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不希望红和贤的命运在他的身上重演。我可能很快受到牵连，无法关照他。希望你尽一份职责，把他培养成为有用之才，也算是你替我对咱们的家族和姓氏做出一点贡献，以减轻一点我的愧疚之情。你父亲外表文弱淡泊，而内心却坚强勇敢。他是我最敬佩的男人，是我们李家男性中少见的大智大勇之人。他的内心正如他自己所无限关注的蓝天一样宽阔。我理解他的痛苦与悲哀，
他把自己所有的梦想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你不要让他失望啊！禀报太后，亲理性的大臣在午门外静坐了半个时辰，其他大臣无法入朝。退下去吧。遵旨。看来这次他们真的要和我闹下去了。太后要不先回去？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忠心，我要用我的方式尽守职责。报！启禀太后，郑世勋素发倒悬于午门上，声称皇帝如果不在半个时辰内收回辞呈，他就要悬剑自杀。那让他现在就死。遵旨。大概我是该隐退了。启禀太后，薛怀义在午门外与静坐的朝臣发生冲突，被打伤了。薛怀义不在万象宫监造他的工程，跑到这儿来瞎胡闹，也难怪人家要打他。去，把他赶走。遵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殿，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唐政治与权力中心的时候，也像现在这样空空的。那是总章2年3月，皇上让我和他临朝的前一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就偷偷地跑进来。那时候是个傍晚，只有个小太监在用拂尘清扫皇位。他扫着扫着，就在上面坐了一下，我吓坏了，急急跑出大殿，仿佛刚才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是我。前天旦宣布退位的时候，我同样感到了恐惧，就好像几十年前见那个小太监坐上龙椅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我是一个女人，我用我全部的感情和心灵关怀着国家一切的事物。我比一个在同样位置上的男人付出的要多上许多。难道我也像他们那样梦寐以求的仅仅是想
爬上这把连一个小太监最不成体统的屁股都能坐上去的装饰着丑陋花纹的椅子吗？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我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誓死忠心，但我也能看见这忠心带来的血腥后果。我是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职责。看来，我是真的该隐退了。婉儿，他们真的让我很伤心。陪我去东宫吧。母亲是来劝我收回慈城的吧？对。我感到太累了，我没有力气再跟他们斗下去了。只有你才能让朝廷平静下来。你是李姓皇朝唯一的嫡传子孙，你应该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身为皇子，自幼耳熏目染，难道我就真的没有一点皇权的野心？没有一丝建功立业、开疆辟土的雄心吗？
我看见了那2只从西域衔来的鸽子。所有伟大的君主更多一份母性的关爱，你能更好地普度众生。至于名分，是男是女，姓武姓李，我恳求母亲不要在乎几个腐儒的是非议论，请母亲不要因为一时的感情用事，而失去了自己的机会。启禀太后，郑世勋已经在午门悬剑自刎了。谁说这里的土质和气候不适合牡丹？我发誓，如果能把牡丹养好，就一定能回长安了。哎，我让你给我做的香囊做好了没有？你看他们的长势啊，一年比一年好。你还记得刚到房州那年夏天他们什么样子吗？花瓣啊，还没有蔷薇大。你看看现在，比大明宫的牡丹啊还要艳丽。也不知道现在大明宫还有没有牡丹。我让你给我做的香囊做好了没有？我没做。现在到处传言说母后要称帝，也许啊，是我们回到长安的大好时机。我昨天梦见了熏风殿，梦见你正在里面试穿龙袍。也许上天就要圆我们的心愿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哎，你先别玩你的香囊了。哎呀，
你怎么老跟我提大明宫的牡丹，没完没了？我受够了。我告诉你，长安跟咱们永远没有关系了。从今往后，再也别跟我说一点有关长安的事情。哼，你让我烦透了。王爷，有长安特使求见。什么？他们来干什么？他们青纱蒙面，神色诡秘，说有要事，一定要面见王爷。我不见，姐，我不见。我知道他们的要事。等会儿啊！他们是想要我的命。姐，母后不会放过我，他现在要称帝了，更不会放过我的。姐，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已经死了，让他们快走。姐，其实我这样跟死有什么区别？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你别自己乱了分寸。姐，我觉得母后没有道理杀你。啊！哎，叫他们进来。如果母后登基的话，她首先要原谅的是李家的人。你是她的儿子，如果她怕地位不稳，非要杀你的话，那也是命中注定。我会陪着你。也算了却了。咱们在这偏僻荒蛮的地方，一生无尽的折磨。来，坐下。等着吧。姐，没事儿的。